女主是个社恐的甜妹，喜欢幻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1年前遇到现在的男朋友，两人迅速坠入爱河，现在只等男友求婚了。这天，女主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还没说话，对方就说1个小时后，东京会发生2级震感的地震，不要告诉任何人。果然，女主在1个小时后看见了地震的新闻。这时电话又打来了，对方说地震只是为了告诉她自己的能力。重置他随机邀请8位嘉宾参与游戏，这些人会获得重置的资格。本周6会有详细的说明会，请女主按时到场。啥也没说的女主又被挂了电话。女主是个不善于拒绝的人，于是周6乖乖的来到了地方，和男主多多意外相撞。男主一个酒吧的服务员，他也是接到了同样的电话。回到公寓时遇见了女友小病娇，年轻人就喜欢点刺激，动不动就推倒，或是戴上狗项圈，把钥匙放在了自己胸口，有本事就来拿呀！可下一秒小病娇就掐住男主的脖子，像看着宠物一样，让男主捡起自己洒落的钱。原来2人是这种关系。会议地点，男主2人进来后，其他6位已经到了，会议发起人也出来了，他让每个人做自我介绍。普通家庭主妇的妇人货车司机高桥，食品化学研究员短发女普通职员香苑，落榜大学生景川，自由职业者男主，图书管理员女主，咖啡店老板大叔。发起人率先打破常见的成绩。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吗？如果人生可以重来，重置是一种意识回到过去的现象。参与活动的玩家可以将意识回10个月前，就带着这10个月的记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买彩票再次参加高考，改变10个月前的遗憾，都可以。发起人不止1次的回到过去，他这一次只是为了好玩，随即邀请8个幸运儿，一定存在像男主这样心存疑惑。你只是预言了1次地震，怎么确定你说的是真的？发起人又预言了1周后的地震周，更是撒欠每人100万，意思也很明确，只要你参加了活动，钱这个东西要多少有多少。唯一值得注意的只有2点：穿越后不能向任何人透露重置的事情；2不能试图改变别人的生死。有意向的玩家，请在明年的1月11日前往白色石塔，届时活动正式展开。发钱人说完后，会议常年8个人也都议论纷纷。女主提出，如果不去的话，怎么把100万还给发钱人？你是傻吗？或者司机打算骗女主交钱？被咖啡店的大叔拦了下来。事后，女主也悄悄地表示感谢。大叔说，如果真的可以穿越，他的第一件事就先开一家现在很火的网红店。男主说他要赌马大赚。2个人不约而同看向女主，女主却说，我才不去呢，因为我的男朋友马上就向我求婚了。时间来到2017年12月24日，女主心想，这家餐厅不就是网上很火的求婚店吗？求婚，求婚，求婚。女主懵了。男朋友解释为什么分手，原来今年2月份是女主的生日，男朋友本来打算在那天求婚，可一个熊孩子搞坏了女主的手机，在图书馆就受伤，紧急送去了医院。等女主赶到约会店都关门了之后，男朋友遇到另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就稀里糊涂爱上了别人。渣男女主也太好骗了吧，男朋友自己出轨，还把锅甩给女主。男朋友随后离开餐厅，女主一个人在凳子上直接懵掉。这时手机还推送了发起人预言的地震，女主看到做了一个决定，我要重置。回到10个月前，时间来到18年的1月11日，大叔俩看到女主的时候也忍不住笑了一下。你不是结婚吗？8个人都决定参加这次行动。他们登上发钱准备好的面包车，车窗都被黑色胶带封住。等车辆到达，他们处在一个漆黑的山洞，所以就步行1小时。这里有个细节需要特别注意，大叔刻意坐在所有人的后面，利用香烟做了标记。结局都被发起人察觉，男人只是不在乎的告诫了一句，重置后香烟就会消失。没用的周大叔跟着神秘地对女主俩说了一句话，记住路上的场景，每一个细节都不要放过。走了一会，终于到达目的地，发现交给所有玩家自己的联系方式，让他们短时间背下来，叮嘱重置后一定要联系自己。所有山洞出现了耀眼的白色光芒，酒魂就这样站在山洞。几秒后，时间逆流，一路前后发现，时间果然来到2月24日，发现要求2天后进行第2次，所有人必须到场。男主这边的情况相对特殊一些，他在大街上恢复了意识，差点被沿途的车辆撞倒。此时正是男主和小冰娇的第1次约会，小冰娇装着一副清纯的样子，又是个月季的男主直接扭头就走。呸，装什么清纯？时间来到第2天，也就是女主的生日，女主事先打断熊孩子的承诺，阻止熊孩子受伤，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了男朋友。求婚，求婚，求婚！应用机的女主不仅提前带了伞，她也终于改变了命运。看着手上的戒指，美滋滋。第3天，也就是众人的第2次会议，包括女主在内的每个人都抑制不住的开心。
校园不再落魄，落榜大学生笑得很开心，老妇人也露出慈祥的微笑，一直说每个人的命运都改变了吧。众人也都笑着默认。这时终于有人发现，8个人中好像少了一个，货车司机没有来。等了半天，发遣终于赶到会议现场。发遣神色严肃地说了一句：“先宣布一个坏消息，逃慢之一的货车司机死了。”这时在场的每个人都能明显地感觉到命运的车轮疯狂地开始转动，他们似乎卷进了一场不该参与的游戏中。第一位死者出现了，众人立刻询问司机到底发生了什么。发遣解释司机死于车祸，死亡时间就在大家穿越的11点左右，也就是说一重置司机就死了。男主是第一个提出相对合理解释，他在穿越时意识出现了一瞬间的昏迷，那个时候眼前一黑，如果司机正巧在驾驶货车，车速又很快，很可能来不及反应发生车祸。大叔责怪发起人：“你明明说过没有任何危险的。”发起人辩解：“第一次邀请其他玩家，这只是一场意外。再说除了司机外，每个人的命运不都发生改变了吗？”景川考上了东京大学，校园赌马赚了一大笔钱，说到底和司机只是路人关系，其他人也没必要太在意。发起人再次强调，游戏规则不准泄露重置，不准改变他人的生死。会议解散，时间又过去，男主偶然发现夜总会来了一位新公关小南。这个女人的出现让男主出现一瞬间的愣神，重之后竟然出现了新的命运。小南上一个时空并没有出现过。回到家，男主看到角落的收纳箱。如果说下面等人重置是为了发财，男主只想拾起昨日的梦想。曾经他在一个摄影工作室打下手。某一天，2位师兄嫉妒老师偏爱自己，皇城不见的相机被男主偷走。从那天往后就再也没有摸过相机。就在男主回忆上了时空发生的事情，小滨江又找到了男主。他不理解男主为什么突然性情大变，不理自己，明明刚约会一次就提出分手。肖冰娇装作哭泣的样子，男主却再也不吃这一套了。上个时空就因为同情你，我就变成了你的狗。肖冰娇最后挣扎1周后我们再做决定好吗？这周让我们先冷静一下。男主在心里算了一下，1周后也就3月14日，也就是那件事情的发生。重置前的3月14日，2位无权过自己的师兄来夜总会会。那个时候的男主并不甘心颠覆师兄们，只是因为嫉妒自己。2人争执，男主打碎了师兄的摄像头，师兄威胁赔偿100万元。就在男主为赔偿金头疼不已时，小冰娇好巧不巧地赶了过来，非常慷慨地指责男主100万元。也就从那天起，这个变态的女孩展示了自己真实的一面。既然拿了我的钱，以后你就是我的东西了。男主说：“这样我不就变成了你的狗？不对，我对你可比对狗珍惜多了。”这边几乎在同一时间，女主也遭遇了和男主同样的事情，发生了重置前没有过的命运。这个时候，女主顺利接受男朋友的求婚，也顺利成了见了男友的父母。男友无论是家境还是都远超过自己，母亲更是对男主的穿着、工作、性格提出100种建议，气得女主脑补报复母亲。几天后，又在图书馆偶遇了老妇人。重置的人都有这么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们与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并不相同，只有重置的玩家才是自己的伙伴。老妇人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敞开了心扉。她之所以参加这个游戏，就是为了弥补和老伴之间的遗憾。从这天，老伴一直梦想参加交谊舞晚会，可施工的老妇人心想，明年再去也不迟啊，就那么一直拖着。不久后，老伴被诊断为癌症晚期，这成为他一直无法忘怀的遗憾。好在发起了出现，给了他一次重来的机会，这次一定要完成老伴的梦想。老妇人正式邀请女主观看交谊舞，时间来到3月14日，这边关系最好的还是大叔。男主和女主大叔分析，之所以会出现不认识的人，原因在于重置改变了事情的发展逻辑，某些事情会朝着新方向发展。男主为了避开师兄，选择躲在咖啡店，和女主刚见面就开始拌嘴。这时，男主换接到上司的电话，笑纳这个女孩突然开始肚子站在店人手不够，男主必须赶紧赶到夜总会。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伏笔，即使躲在咖啡店也躲不开命运。男主硬着头皮击毙了2位师兄。这次男主选择截然不同的态度处理，面对师兄们的冷嘲热讽，装作没有听见，避开冲突，纠结着侮辱公关驱逐2位师兄。女主俩不放心的悄悄跟了过来。命运在这一刻已经发生了改变，预想中的都并没有出现，但是在男主推开师兄时，喝醉的男人还是撞坏了相机，男人依然张口就来100万。被逼到绝境的男主随手掏出一叠纸币，之后就离开了夜总会。这次事件在男主心里埋下一颗小种子，为什么命运的结果仍然是相同的？思考间，小饼家忽然找上门，上来就说要给男主一份礼物，竟然又是100万。男主还是坚持分手，小饼家气呼地跑了出去。第二天，报纸看到某地区出现了一次火灾事件，女主这起事件依然是重置后新发生的。老妇人一脸沮丧地告诉女主，交易晚会去不了了，会场出现了火灾误会，最快要2周后才能重新开始。但丈夫的检查结果3天后就出来，看来无论怎样都会错过。作为热心肠，女主自然不忍看到遗憾发生，她提出图书馆将在周日分馆休息，不然就在图书馆表演算了。男主和大叔都是观众，
交谊舞会在预期中进行，老妇人跳着跳着就眼含热泪，两个人在馆内的舞蹈或多或少冲击了女主，这才是爱情啊！老妇人身上背负了太多压力，乍一看是可以完成共舞一曲的遗憾，可是她要面临再次失去丈夫的痛苦，仅仅为了给丈夫留下一次美好的回忆，就一人承担全部。老妇人告诉女主，爱情就是磕磕绊绊也会为对方着想。当晚，男主两人走在街上，恍惚间，女友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竟然是男朋友和一位妙龄女子。两人在车内做着不可描述之事，女主真的有点傻白甜，这时候还在骗自己，假的吧？我刚才看到的好像不是男朋友，我肯定看错了呀。男主在一旁补刀，应该没错。两人走在公园的十字路，或许命运真的无法改变吧，有些事情注定要发生。镜头破碎，男朋友出轨，但一定存在挽回的办法。男主利用赌马的100万顺利过关，女主的尸体一定有转机。男主最后留下一句鼓励后离开，女主心想这人也没有那么坏嘛。这天，女主照例在家中看电视，先向老人弥补遗憾，真的很好啊。但此时新闻播放了条震惊消息，台东发生了连续纵火事件，一对老夫妻惨遭遇难，受害人是老妇人及其丈夫。女主慌张地扑向电视，仅仅过了不到1个月，就出现了第2位死者，而且还牵扯到了无辜之人。老妇人的死到底是意外，还是出现了其他事件？难道说有人在狩猎我们这些重置过的人？发起人依然吊儿郎当，宣布老妇人的遇害信息。这种云淡风轻，让所有人心头蒙上一层。征兆改变命运这种事到底靠不靠谱？男主老妇人死于一场故意纵火，这起案件重置前并没有发生，时空逻辑已经朝着无法预测的方向发展。有人认为火灾也许是家庭的孽，比如老妇人和丈夫爆发了冲突之类，这一想法立刻被女主驳回。不管怎么说，8月满载仅有2位遭遇不测，大叔可以盯着发钱，提高声调展开质问。这2起案件都是巧合吗？发现人员皮笑肉不笑的打着马虎眼，他警告女主，无论如何也不许参加老妇人的葬礼，凡是有可能泄露重置活动都要禁止。第3次会议到此结束。几天后，男主3人在图书馆的跳舞举办了一个小小的默哀仪式，3人还在感叹命运无常。大叔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也是女主和男主先后试图避开命运，也该轮到大叔了。电话中说话的女人是大叔的前妻。重置前的3月20日，前妻准备带着孩子前往美国。临走时，大叔要求最后见儿子一面。3年后，大叔如愿以偿击倒儿子，他带着儿子做蛋糕烤饼。时间很快就来到下午3点钟，千金准备带着小乐坐大巴前往。2个人在公园分别。当晚，大叔就看到一则新闻报道，小乐出事了。整辆大巴只有小乐一个人被卡车带走。等大叔赶到医院，只看到孩子冰冷冷的尸体。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发生，这些都是自己的错。如果不是自己非要见儿子最后一面，小乐就不会坐上出事大巴，也不会遭遇车祸。带着这种负罪感，他接到发起人的电话，参与这场神秘的游戏。这一次，大叔试图改变命运的发展。他在今天又接到前妻的电话，但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见面的事情。如果不和小乐见面，未来会改变吗？男主2人的并不清楚大叔在想些什么，他们只是觉得这个男人有些神秘。他在穿衣前口口声声说，如果我重置了，一定要开一家未来很流行的网红店。可男主并没有发现，咖啡店经过任何改装，值得如此隐瞒的只有一个可能性：大叔在穿越岭上撒了谎，而且很可能涉及到发钱树的2条规则：透露重置或者改变他人的声色。大叔随后快速离开图书馆，右眼发现大叔在通电话时的一个小细节：3月23日，那不就是3天后？当晚，男主回家看到门锁，忽然一愣，果然在房间中看到拿着刀的小病娇。小病娇又开始利用捕食的作呕举动，用血流呼增的牛排摆了颗爱心，划伤手指，用鲜血写下男主的名字，而且还抹到男主的脸上。男主赶紧把女孩的衣服扔到门外，夺回属于自己房间的钥匙。最后，女孩还是在门口放了些狠话。3天后，也就是23日，女主2人主动上门拜访，可这次命运依然没有改变。前妻竟然主动打电话来小洛，想和父亲见一面，航班已经改签。接到电话，大叔接近崩溃，不知道你们赶紧离开日本吗？为什么意外还是无法避免？大叔将重置前发生的事情告诉2人，他之所以隐瞒重置目的，就是为了拯救儿子的生命，哪怕这一举动违反了发前制定的规则。大叔准备离开咖啡馆，又劝他不要逃避。小鹿肯定想最后见你一面，你为什么不试图改变命运呢？逃避只会促进事件的发生。3人立刻制定改变命运的计划，见面时间、地点不变，前往机场的交通方式改为地铁。大叔将信将一代经历上发生的事件做蛋糕烤饼，这一次和儿子的相遇对他来说弥足珍贵。终于，时间来到下午3点钟，大叔用无比诚恳的感情说服前妻乘坐地铁。但女儿离开后，大叔忽然接到一则新闻报道，前往机场的地铁因为踩踏事件停运了。前妻俩准备照旧乘坐大巴，男主帮助大叔租赁一辆汽车，女主负责将妻儿留在原地，眼瞅着就要赶不上飞机的班点，女主一时冲动，直接跟着上了大巴车。
两边人员同时展开营救计划。男主让女主试图说服司机靠边，自然被当成白痴置之不理。最后试图说服所有乘客，也被人当成白痴。大叔车祸发生于下午4点的12分，也就是说还有不到4分钟，车祸就会发生。真诚人看着女主差点破口大骂，最后还是小乐主动开口：“我可以下车。”附近2个小时前说了这么一句话。有时候人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女主赶紧前往大巴头部告诉司机，可这时时间已经来不及，迎面而来一辆大货车。好在有所准备，女主提前出声。这时车辆在公路上打了一个危险的急转刹车，整车人都侥幸安全，无人受伤。大叔看到安全的小洛，直接哭了出来，就开车送儿子前往机场。当晚，大叔向女主俩表达谢意，女主也不由得松了一口气。果然，命运还是可以改变的。女主俩在同一地点下车，好巧不巧遇到女主的男朋友，男主可以离开，给俩独处的机会。女主上来就点破男朋友出轨的事实，这个渣男的反应真的是教科书式的渣塔。先是否认女主看错，被拆穿以后，立马换了一种说法，那个女人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同事，我们没有亲嘴，只是亲了脸。就这招不信，试图通过糖衣炮弹式的谎言欺骗女主。还好女主推开了这个渣男，这个男只想找一个内向、容易把控的女孩做妻子。看到女主退换结婚戒指以后，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我竟然被你给甩了！定好的结婚场所，准备的结婚事项，这些精神物质损失，女主必须全部赔偿。就在女主被男人逼得无力招架时，男主终于站了出来。他说：“这么一个纯洁的女孩，是你配不上她。”随后拉着女主离开公园，两个人坐在公园的气氛有些尴尬。这时，男主忽然接到大叔的电话，三人再次碰面。大叔拿出今晚的新闻放送信息，同一地点的1个小时后，公路出现了另起交通事故，另一个不知名的男孩子被车撞死。也就是说，他们3人并没有改变命运，即使改变，也会以相同的代价转到另一个人身上。远处忽然响起发起人的声音，这个神秘人一直在监视所有参与的玩家，警告男主等人不要再试图违反规则。先不说代价会转到另一个人身上，破坏规则的不确定性足够几个人喝一壶了。总之还是那句话，不能改变他人的生死投影。失控的小冰娇又出来了，她用备份钥匙潜入男主的房间，在房间角落装上一枚摄像头。这个变态的女人又监视男主。这一期3个人心中都抱有愧疚，他们背负了一条无辜的生命。发起人口中的自私自利格外的让人沮丧。英柱也低声说了一句：“命运确实无法改变啊。”她为了嫁给男朋友选择重置，结果男朋友依然出轨抛弃她。男主想要避免相机被摔毁的轨迹，处理下结果依然相同。再就是大叔改变命的代价，见识一面换一面。女主突然想到男主的相机事件，她认为男主是3个人唯一有可能逆转命运的人。预定和结婚阻止车祸相比，追求梦想真的是再简单不过了。大叔看着脸后，眼神蹭的发光。这2个人有戏挨，要不就去男主家做客。男主再怎么褪色，也阻止不了一个热心肠的大叔。大叔在男主家找到几本拍摄过的相片，随手抛给女友一份。男主立刻上前阻止。3个人在房间中畅饮聊天。重置的玩家中，就属他们3个人关系最好，也是少数不被钱财迷眼的玩家。这边小冰雕通过监控看到3人的气得要发疯，尤其是女主，老太婆竟然敢抢别人的宠物，你给我等着！几天后，男主在夜总会继续上班生活，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竟然是参加宠事的香园大叔。校园一副暴发户的打扮，围着几个小妹妹挥金如土，这般大手笔甚至惊动了夜总会的经理。香烟在人群中越玩越嗨，未见男主发现，这个老男人扬言自己可以预测未来，迷迷糊糊说了很多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当中是有悄悄找到香烟。这么做不太好吧？发钱说过不可以透露重置的事件，万没想到这个男人已经飘上了天。他丝毫不将发钱放在眼中，直言发钱只是找到了时空裂缝，也只是多穿越了几次，没必要把他看得太重要。什么狗屁规则就慷慨的撒给，拿出几十万，拍拍屁股走出了夜总会。这天，女主掏出那本记载未来事件的笔记本，她在穿越的第1天就将自己背后的东西写了下来。这时，图书馆忽然发出一声尖叫，女主小冰娇手上拿着一个被人破坏的书籍，而作者是自己最喜欢的作家，又因为和小冰娇喜欢同一个作者，这个甜美的女孩主动提出和女主交换联系方式。傍晚，男主将香云的事情告诉大叔，决定联系香云。2天后，男主和女主一同前往咖啡店。2天后，香云来到店内，大叔开门见山的警告男人，改变生活需要一点一点的来，更不能破坏发前说过的规则。他深刻了解破坏规则的代价。萧炎还是那种老态，为什么要听发起人的？重置都已经重置了，为什么还要怕他？萧炎参他重置的理由也很简单，就是钱，只要有了钱，所有曾经瞧不起自己都改变了态度。狠话说完，男人直接离开了咖啡店。男主3最终还是没能改变萧炎，选择先后离开咖啡店。男主顺路送女主回家，可2个人走了仅不到2分钟，云珠忽然响起一声女人的尖叫。等2人快速赶过去时，颤颤巍巍的向云越过了男主，一口鲜血喷在女主脸上，而她的胸口插着一把尖刀。第3位死者终于出现了。
有一位玩家死亡的剩余人不知所措，大叔怎样都联系不到发起人，剩余5人只得自行聚齐，在大叔的带领下开始复盘寻找狼。大叔首先提出自己的发现：死亡设计师、司机老妇人还有香莲，他们3人之间并没有存在什么必然联系。2天前，大叔偶然发现，在老妇人台东纵火案之后，晚霞庄又发生了一起纵火案。警官怀疑这2起纵火案同一凶手，而晚霞庄就是第1位死者司机的居住地。多方面继续接着推测，第一个可能就是纯属偶然。第二个可能，如果凶手不知道死地已经发生了车祸，在杀害老妇人之后准备杀了司机，或许可以解释晚霞庄的火灾。再加上今天出事的香园，3个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纯制游戏，也就是说，此时在暗处隐藏了一个凶手，他带一个接一个，或者按照某种顺序先后猎杀重置者。凶手可能是外人，但也有可能是玩家。这句话一出，大家忍不住量自己身边的人。大叔立刻站出来稳住局势，犹如在重置后将秘密写在本子上嘛，或者说出去嘛。女主和短发妹同时表态，他们俩确实写了未来事件发生的顺序，但本子没有给任何人看过。大叔只能将锅暂时甩给死去的老妇人，或者今天刚出事的香园，是他们2个泄露的重置。男主忍踩了一直没有说过话的晴川，女主曾经看到晴川一脸阴狠地抓住香远的衣服，而当时的表情和现在的沉默怯懦完全判若两人，嘴上说着惩罚2字，看到女主后立刻跑开。也就是说，他和死去的香梅早就认识，但是这一点足够男主怀疑景川。男主装作愤怒地炸了景川一下，景川还没有摊牌，就被好心肠的女主拦了下来。要不还是先怀疑外人吧，暂时怀疑发起人也行啊。会议在这结束，由男主送女主回家。大叔冲男主使了个眼色后，悄悄地跟踪景川，最终却被这个狡猾的男孩直接甩掉。而他这个表情和会议室的完全不一样。当晚，大叔在咖啡店遇到消失的发起人，他说上来就点出自己的怀疑。今天会议有句话他一直没有说，最有可能的凶手就是发起人。这个男人曾经无论会不要违反2条规则，祥云4处口无遮拦的挥霍，迟早会泄露重置的事情。发钱为了游戏选择闭口，没想到发钱忽然笑了一下，选择再次透露一个小秘密：规则的存在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保护玩家。想象一下，如果有人知道这个世界存在可以穿越过去的人，他会不会嫉妒呢？为了公民会选择灭口吗？如果凶手是玩家倒还好，如果是外人，就能在心里祈祷，千万别出现下一个死者吧。说完发钱就离开了咖啡店，同一时空下面登上一个一面阴暗的网站，嘴里碎碎念这个女人真可恶。另一边又劝男主勇敢地拿起相机，右座收到男主那张照片，点开后是一轮明月。这时候忽然有个颜色接近了女主，所以一只手掌推了女主一下，女主就这样跌落天台。当女主醒过来，陪在身边的竟然是男主。跌落天桥的伤势不重不轻，好在当时有路人发现女主并报警。女主怀疑昨晚好像有人推了自己一把，也就说这并不是一起意外事件，下一个被盯上的很可能就是自己。男主等人的视角存在片面性，又从医院离开，也试图整理逻辑链。司机死于车祸，周住宅被人放火，老妇人连同丈夫被人烧死，校园在隧道被人刺死。外人看不出这4起案件之间的联系，但对于每一个重置的人来说，连续的死亡事件就像是一次次死亡通知单，谁都不知道下一个遇害者到底是谁。目前来说，嫌疑最大的还是景川，他刻意隐瞒和香园的关系，并且和香园产生了争执。两大叔查到景川似乎有什么黑历史，爬来爬去还是找不到关键证据，又突然想到大叔说过千万不要将重置的信息记在本子上，就算记了也要确保安全。最后快速将笔记藏在书架上。另一边，小冰雕又开始缠着女主，他对女主的伤痕感到十分惊讶，又一次假扮柔弱的样子骗取同情。获知女主住在文静区这一关键信息，此时女主欢收到大叔的邀请，3小分队再次齐聚咖啡馆。这次大叔掌握了景川的黑历史。大叔通过这2天的跟踪渗透，探寻到景川的父母都是商业精英，而景川曾在重点高中就读。据某位同学透露，高中时期的景川平平无常，在人群中毫不起眼。唯一值得注意的就是，私下有人流传景川经营了自己创建的惩罚网站，他经常邀请女孩去一个秘密房间，将整个过程同步在网上更新。大叔等人立刻查看惩罚网站，根据帖子的更新时间，确定死去的香园是埃迪亚努斯，而景却是哈德斯。亚努斯是罗马最古老的神之一，又叫门神，前后占有双头。在香园死后，埃迪就再也没有更新过。哈德斯是冥界的统治者，更新时间在第4次歼灭之后，时间也非常吻合。这条网站作为警察相约早就相识的，更是牵扯出一个更大的阴谋。发起人明明说过他是随机邀请的玩家，难道被选中的人并不是随机？此时3个人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到底有多么重要。总而言之，景川的嫌疑空前巨大。大叔也展开推测，景川会诱骗拍下一些下流的视频，并且将全过程放到网上供网友欣赏。香园负责放风。那天2个人因为某种原因起了争执，周景川为了保命杀害了香园，同时他在女主被袭击的那天上传了这么一条：这个女人真可恶。
当晚女主就惨遭毒手，不排除女主撞破，两个关系受到了牵扯。男主为了保护女主，决定监视景川，他以大树轮流负责监视，一定要确保女主的安全。女主却不甘心就这么躲在家里，她也想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命运，决定和男主一同监视。这么一看，两个人的 CP 就稳了呀。男主送女主回家，空气中弥漫着尴尬，女主差点脱口出“你要上来坐坐吗？”最后还是害羞的跑进了房间。就在男主前脚刚离开公寓，女主忽然接到小病娇的电话，这个女人谎称自己的车辆抛锚，毫无预兆的登门拜访。这边一直存在感很弱的短发女突然大叔和校园等人的发财目的相比，这个女人简直就是天使。她重置的目的很简单，近年全球有1亿人死于饥荒，短方面想在1年内揪出某种生物技术，以此拯救这些贫苦的孩子。正常来看，研究最起码还要20年，但如果有了重置，短发妹只要一直循环就可以完成技术的研究。大叔装作疑惑的样子，我可不想再次重置。短发妹却一口点破，你不是用香烟做了标记吗？别告诉我你没什么想法。大叔的表情出现了些变化，没想到人群中还有这么细心的人，被看穿了呀。最后两个人正式达成秘密联盟，一赶在发起人之前找到时空裂缝，二既然有人在猎杀我们，为了活下去只能互相帮助或者反杀。这边小冰雕确实好看，却确实做，先是不动声色地试探女主，喝水时又故意扑在衣服上，不管女主同不同意就进入浴室，整个过程又是非常的刻意，又是摸脸又是摸脖子，把女主吓得赶紧晃上去便利店，一路前脚刚走，小冰雕就在房间内四处翻找。等女主回到房间，女孩二话不说就离开了屋子，留下一脸懵逼的女主。这时女主怀疑是到事情的不对劲，赶紧查看伪装过的日记，还好日记安然无恙。这天发犬开始整理幺蛾子，他先是告诉静川，请你忠诚于自己的欲望，活下去，刻意诱导这个男孩走向极端，之后跟着神出鬼没的拦住跟踪的大叔。上帝视角，这个男人一定有所计谋，他似乎想促进某件事情的发生。看到失去目标的大叔露出了微笑。这边有了发起人打掩护，景川如影上遇到2位妹子，上意识空，就是因为景川没有考到东京大学，被一同前往，女孩当众击穿，这次有了东京大学生的名号。他轻而易举让2位女孩放下戒心，趁机在红酒中滴入致幻剂。等2个学生困得差不多了，警察和同伴带着2位前往犯罪地点，试图实施猥亵。上意识被羞辱的感情全部爆发，他用匕首威胁女生向自己求饶，看着平日里高高在上的东大生，用祈求可怜的眼神看着自己。女孩们因为恐惧不敢反抗。就在2个人准备下一步时，男主2人却破门而入。原来大叔失去跟踪的瞬间，就联系了男主2人。他们根据网站信息确定景川准备实施猥亵，又通过景川的同学获得了猥亵地址，终于在千钧一发之间赶了过来。男主妥善安排2位女孩。景川枪员是你杀的吗？这男孩既没有认同，也没有反对，反倒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回应男主。证据呢？如果我被警察抓了，一定会说出重置的事件，你们能拿我怎么办？日剧中女主必不可少的人设，一定要给那些坏人们洗脑。你既然用别人无法获得的重置机会，为什么不回头是岸？这种心理上的冲击反倒仅存，有些不自然。他一把推开女主跑了出去，男主却默默地抱着女主这边，躺在床上无聊地看着照片。女主为什么把这地放在这么隐秘的地方？还有这个4月10号真妖退役，怎么可能呢？此时电视户外播放了一条新闻讯息，真妖退役了。小编将立刻从床上跳了起来，他仔细翻阅女主写的本子上细节，而最前面有这么一句：画重置以及8位玩家的姓名。这天，小冰娇主动前往大叔经营的咖啡店。他问大叔，今年棒球决赛的获胜者是传统霸主 A 队还是黑马 B 队呢？大叔笑着回答：未来的事情谁说得清啊？没想到小冰娇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男人，是 B 队哦。小冰雕这句话让大叔的表情瞬间所有女孩一口气说了好几年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最后更是直接点破：我知道你们重置过。大叔问你到底是谁？枪员的死亡和你有关吗？小冰雕却拿着叉子一下又一下地发泄着自己的不满。男主自从那晚抱过女主之后，意识到女主身上有一种无法言说的乐观，只要在她身边就忍不住努力向上。男主终于鼓起勇气拿起了相机，他告诉女主，相片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载体，开心快乐幸福只有相片是不会欺骗人的。只有看到女主发自内心的微笑，更是没忍住偷拍了一张。从这往后，两样的感情蹭起飞。女主下班后自愿成为男主的模特。这天2个人又在开心的谈情说爱。男主忽然接到大叔的电话，一个自称男主女友的人找上门来，而这个女人竟然也知道重置的存在。只有短发面也被小冰娇威胁，其他玩家的视角信息出现了偏差。他们不知道小冰娇是通过女主获得重置，而因为小冰娇和男主的关系怀疑请了男主，这在后面也是一个伏笔。小冰将获得重置的消息后，他装作偶遇的样子，在大树上看到男主和女主，随后以男主女朋友自伤。
女主一听，原来你就是他的女朋友啊，现在搞得好像我是小三一样。这2天还自作多情的想了那么多。随后强撑小容离开了男主，而男主这个憨憨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话，在误会已经无法调解，女主扭头就走时，才开始试图挽回。小冰娇却一把拉住男主，想好了再行动哦。如果接下来不听我的话，就把你们所有人重置的信息曝光外界，到时候女主会受到威胁吗？这招直接握住了男主的命脉，他为了所有玩家不得不屈服于小冰娇。而这个女孩露出上一时空一模一样的笑容，想让我保密吗？当我的狗啊！这边女主一个人伤心的走在大街上，她看到男主送给自己的照片，心想自己怎么有点难受呢？可这时身后再次出现那个鬼魅般的身影，瞬间迷晕了女主。等女主醒过来，竟然发现自己被景川绑架了。景川莫名其妙的说了一句：“我也是受害者。”所以威胁女主立刻脱掉衣服。女主说：“难道杀害香云的真的是前段时间把我推下天台的也是你？”可景川就这么歇斯底里的看着女主，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反对，反而大笑着说：“果然所有人都疯了。”又在废弃工厂大声求救，不痛不痒的朝着警察扔东西，就被警察反手一巴掌打倒。就在男孩马上进行最后一步时，突然男主出现了。男主对着警察就是一顿猛踹，女主出声制止失控的男主，警察却再次趁机逃跑。小伙伴肯定觉得男主为什么会刚巧出现，原来2人在公园睡小病觉，主动投怀送抱。男主下手推开女孩，他说：“只要能不和你交往，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哪怕是和一头猪在一起。”这句话对一个女孩的杀伤力太大了吧？小冰将要身材有身材，要颜值有颜值，怎么可能会输给女主这个老太婆？而男主追出去寻找女主，忽然发现地上放着一张自己送给女主照片。这一刻，男主意识到女主很可能出事了。男主立刻打给大叔，碰巧大叔在和短发妹秘密沙滩，很快就将嫌疑锁定在失踪的景川身上。这男主根据网站再次来到废弃工厂，差点失手打死了景川。这是男主第2次抱着女主。当晚，男主送女主回家，女主终于说出“上门坐坐”这句话。男主一进门就抱住了女主，我喜欢你，反正看到你不见的一瞬间，我很惊慌。第2天，男主和女主简直尴尬的不行，2个也不想着破案了，一发不可收拾后就一发又一发。男主整天拿个破相机不分场合，女主越看越喜欢，貌似是感觉撒脏撒的太多，再不进行主线就要被观众骂了。男主要求女主从今往后不要出门，尤其是确定了景川一定是凶手，接下来皇家必须提防。男主赶紧前往告诉大叔这一信息，看到短发妹的时候稍微愣了一下。随后，大叔立刻透露一条关键信号：小冰雕似乎可以看到女房间的动态。果然，男主回到公寓，看到小明叫安装的摄像头，所以男主立刻打给女主，竟然无人接听。此时，男主下室打给小明，也没有人接听。男主终于意识到事情出现了意外，立刻赶回女主公寓这边。小冰雕来到女主的门外，他声称自己和男主早就不是男女朋友，只是因为自己被甩，有点想不开。可不管怎么样，这段时间都要感谢女主，和女主做朋友真的很幸福，也祝你们幸福。肖冰娇求女主开门，他希望可以当面把数据还给女主。这么明显的谎话，女主竟然看不出来。果然，傻白甜天真的开了门。肖冰娇笑着说：“真开心，可以当面看着你去死了。”女王拿着刀就扑向了女主，就连2刀都落空。这时，小冰娇也主动承认：“那天在天桥上是我推的你。”女主意识到众人的复盘出现了大问题，从头到尾，他们都认为景川杀害了香云，还舍得杀了自己。可如果想要杀自己的是小冰娇，那杀害香云的到底是谁？女王立刻展开询问，杀害香云和老妇人的都是你。女王说：“这些人我才不在乎。”最后拿着匕首冲了过来。就在女主马上被刺死时，男主终于赶了过来。女王下士说了一句：“多多君。”小冰雕人都懵了，你连亲我都不肯，竟然和这个老女人上床。这刻，小冰雕准备杀了包括男主在内的2人，又情急之下赶紧保护男主，2个女却抱在一起倒了下去。房间响起一声撕裂的声音，镜头慢慢给到了女主，但下一秒就揭示了死的人到底是谁。果然是小冰雕。游戏自此已经进入失控的地步，第一个游戏外的死者出现了，而他的死亡会将游戏内的玩家推到什么地步？凶手到底是已经藏起来的景川，还是其他人？这一起犯了命案的2人慌得不行，女主情急之下准备报警，男主却声称报警会泄露重置的存在。这时最巧合的事情发生了，大叔刚好打给男主。之后，大叔一脸镇定地赶了过来，他制止了女主想要自首的念头，甚至主动提出帮忙处理尸体。女主还是一副没缓过来的表情，大叔却提出了终极解决方案：2次重置。只要能够赶到发钱之前，找到时空裂缝，在明年1月10日之前再次回到10个月前，命案不就可以避免了吗？大叔正式邀请2人加入秘密重置联盟，男主决定赌一把再次重置，女主却犯了犹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叔提出离重置还有8个月左右，女主还有很长的时间考虑。当女主去男主公寓过夜，大叔一个人将尸体搬到后备箱，连夜看往深山处理尸体。尸体来到第2天，
第二天，大叔将小兵的手机交给男主，男主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保护女主的安全。可这时，小米椒手机忽然响了，男主俩看到来电提示后忽然一愣，打电话的竟然是短发妹。保鲜剂电量并没有使用女孩手机接听电话，反而用大叔的名义将短发妹约了出来。三人在隧道展开对峙。大叔首先试探短发妹：“你今天有联系过小冰椒吗？目的是什么？你是怎么知道小冰椒电话？”原来小冰雕曾经打电话威胁过日记中的玩家，短发妹承认今天打给了小冰雕，只是为了确定他是怎么知道重置游戏的。男主两人却对女人暂时没有将小冰雕的死亡信息告诉了他，并间接通过手机中的日记照片洗清了男主的心意。这时，大叔忽然灵光一闪，为什么不能靠这个威胁发起人呢？既然大家都参与了游戏，本来就是相互制约的关系，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泄露重置，主动逼迫发起人？三联合制定了一个战略计划。几天后，女主还是活在自责的情绪中，充斥的存在，生活多了一种不真实感，好像是一把随时可以再来的游戏。但是，就算回到过去，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吗？即使10个月前的小冰江没有死，但匕首撕裂肌肉的声音简直挥之不去，杀人的记忆会永远存在，自己仍然是杀人犯，这就是女主犹豫不决的原因。这天，女主来图书馆上班，忽然来了一个西装革履的私家侦探，上来就掏出小冰胶照片。女主下意识地回答：“我不认识她。”可一旁的阿姨无意间点出：“这不就是前几天一直聊天的女孩吗？她失踪了吗？”这电话让四大侦探仔细盯了，立刻询问女主是否知道小明家还有一个神秘的男朋友。女主依然僵硬地摇了摇头。侦探随即离开图书馆这边。女主快速将信息共享给男主。大叔安慰主人不要太过紧张，每年日本神秘失踪人高达8万人，只要再熬过8个月，一切可以从头再来。男主也在鼓励女主，即使既和罪会终身陪伴我们，但重置是唯一赎罪的机会。为了自己，也为了死去的小冰胶，我愿意和你一起承担这个。女主终于放下心中的执念，正式加入秘密联盟。4人的目标就是联系发起人，准备2次重置。时间来到5月6日，众人终于联系到发起人，按照计划心软呼应男主，坦白自己杀了一个人，如果2次重置可以避免这一切，希望能够还他一条生命。可万万没想到，发起人直接拒绝这种要求，说道：“邀请你们只是为了分享快乐而已，我没有必要做这种擦屁股的事情。就算你们用重置来威胁我，只要我藏到明年的1月11日，生活不就可以重新来过？”众人一盘，发现说的确实有道理，掌握重置根本威胁不到这个男人，或者他在邀请大家时就已经做好了退路。短发女说，重置是人类的希望，如果可以不断回到过去展开研究，今年本该死亡的1亿灾民就可以获救。发钱不能这么自私。这时神秘的男人忽然态度转变，好吧，你们可以重置，但是有一个前提，难道你们所有人都忘了此时有一个神秘的凶手在猎杀你们？如果你们连活都活不到明年，就别提重置了。只要你们能够活到明年1月份，我就陪你们再玩一次。这句话一出，大家不约而同盯着一旁的困意。景川呢？他是这个凶手吗？第4的会议到此结束。男主悄悄跟踪神秘的发起，看着这个男走进一个近邻的小社区，下秒却在屋顶忽然消失，跟踪又一次失败。女主也向短发妹表达了敬意。是的，因为有你这种人，所以变得更加美好。这时，女主忽然注意到一个小细节，短发妹默默吃了一种药品，而且是每天定时服用。她说，人类不管什么时候都必须要生存下去，这是人的天性。因为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被女主自动忽略，很多小伙伴也都怀疑起了短发妹。不得不表扬大家，你们怀疑对了。当晚，短发妹偷偷找到景川，在所有玩家都找不到这个男孩时，短发妹竟然要求和男孩做一笔交易。她正式邀请景川加入2次重置。这个女人简直就是双面剑，一边和大叔组成联盟，然后邀请女主两人也加入，就连工地景川也拉了一把。两边都许诺了不同条件拉拢景川，条件只有一个：重置的时候抛弃男主和女主。景川和达成了某种未接受的协议。时间来到5月7日，男主无意间了解发钱消失的最后地点。静庭公寓的人都说没有见过发钱。可这时，大叔的表情忽然一变，竟然是静庭所有。大叔主动提出自己调查舰艇，另外正闪出几幅画面，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道：“在舰艇公寓。”大叔就想到什么也不说做没。看大叔和短发妹同样不简单。当晚，女主2个约定重置后，不管是好是坏，我们都要陪在对方身边。现在最有嫌疑的就是景川，只要这几个月小心的避开景川，生活就会走上正轨。可这时，镜头给了这么一个画面，在某条地铁线的小路旁，景川的尸体倒在一旁，脖子有道泪痕。而在不远处的桥上，有一个模糊的人影。第二天，男主两人准备出门私聊，侦探查到男主就小冰娇包养的男朋友，上来就询问小冰娇在哪。女主好巧不巧的从房间出来，侦探立刻用犀利的眼神盯着两人：“你们把小冰娇怎么了？”女主不会撒谎，男主说他在2个月前就和小冰娇分手，但女主差点说漏嘴，他
他在2周前才得知小明江是前女友，小明江失踪的时间正好是2周，这一公子刚好丢进私家侦探的语言陷阱。这个男人开始怀疑，两人同时摆脱侦探，两人又接到大叔的电话，景川死了。三人快速聚在一起商讨战略。景川的死亡让剩余玩家陷入了困境，而目前的幸存者只有4个人，最有嫌疑的小兵家和景川先后死亡。神秘的猎杀者到底是谁？男主说出自己掌握的情报，警方判定景川死于他杀。同时有目击者发现，景川在临死前似乎和一个女人见了一面，案发现场留下女生使用过的药片痕迹。大叔2人看到药片一头雾水，但女主前2天刚巧看到短发妹使用过，也就是说目前最有可能的凶手就是一只装作柔弱的短发女。短发女刚好来到咖啡店，被逼问的一瞬间完全没有任何的惊慌，反而试图洗白自己昨晚的操作。她说自己确实和铁川见过，但这么做的目的只是单纯的试探。如果铁川是一直隐藏起来的凶手，看到自己的一瞬间必然会下手，但他却没有这么做，也就说铁川是被诬陷。小伙伴看过上一集就知道，这个女人满嘴胡话，逻辑也是狗屁不通。长天最想回到过去的一定是短发妹，她口口声说要拯救1亿的孩子，怎么可能这么轻庸自己来冒险？而且刚见面警察就死了，这么巧合吗？男主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个大叔却对短发妹展开维护，一个这么柔弱的女儿，怎么可能勒死一个成年拿剑？三人之间的信任又短发妹分崩离析，大叔坚定不移地相信短发妹，男主却怀疑这2人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大叔不是这么轻易相信别人的性格，两个人不摇头，看向了女主，女主却说我不知道所有。男主气愤地离开咖啡店，镜头却给了这么一个画面，大叔对着短发女说我们是同一类人，那种为了活下去不择手段的人。这边男主越想越气不过，回过神来，确实也发现大叔身上的种种。一大叔提到静婷的时候，神态很不自然；二他看到小平江的尸体后，镇定的有点不像话了。男主2个人准备立刻调查静婷，此时女主忽然有点不舒服，所以男主1人前往调查。通过调查，事件开始变得清晰。原来3年前，静陵发生了一起意外坠楼事件，尸体的第一目击者就是大叔。可案发现没有任何不利于大叔的证据，警方也判定这是一起意外事件。可不论是房东还是死者女儿，他们都坚信大叔就是这起意外事件的凶手。死者欠了大叔很多钱，案发前死者不断在电话中表示我一定会尽快还钱，而坠楼前死者唯一联系的人就是大叔。死者女儿临走前说了这么一句话，有时候最像好人的人才坏得最彻底。男主听到这话却愣在原地，自己明明早就在心里怀疑起了大叔，为什么不愿意相信呢？另一边咖啡馆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大叔查到短发妹在服用一种药效很强的止痛药，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短发妹却说自己只是头痛，同时女人突然握住大叔的双手，这个画面似曾相识啊。女人醒过来，2个人对话也是充满了暧昧。大叔抽了一根15问了一句痛吗？女人娇羞的回答习惯就还好。嗨，真的吓到我了。原来当时2个人并没有做什么羞羞的事情，短发妹本打算亲下大叔的脸颊，可下一秒就跑到一旁哇哇哇的吐血，吓死个人。之后大叔帮女人整理沾满血迹的衣服，这个神秘女人身上的秘密终于揭开。短发妹重置前早就是癌症晚期，医生判定这个女人最多还有1年的生命，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重置，拯救伊人的愿望根本无法实现，她连自己都救不了。大叔看到这一幕也是动了真情，放心，我不会让你让同伴死的。第2天，大叔开始迫切地寻找洞穴，从白色石塔到洞穴只有3个小时的车程，大叔只能一个接一个地找过去。冥冥中，男人自己好像忽略了某个细节，凶手一定是玩家吗？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太对劲。这句话让一旁的短发妹看了大叔，大叔重新翻看所有玩家的死亡信息，台东纵火，往下装刺杀。此时，男人忽然灵光一闪，随后直言：“我好像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凶手原来是他。”那边男主也决定主动询问大叔3年前的事情，可无论怎样都打不通电话，2个人只好来到咖啡馆。大叔发现地门根本就没有上锁，同时房间的地板还有血迹。这时女主先后打给大叔短，2个人的手机都在咖啡店的地板上，人却不见了。无意间，男主看到大叔的笔记上面就这么几张照片，所有玩家的遇害照片。这时即使男主再不相信，也没有办法，大叔一定是凶手。每次大叔打电话来的时机都非常巧合，基本上一发生面，大叔立刻赶来通知2人。根据这些照片也能够确定一个事实，玩家在遇害时，大叔就在现场。这时车忽然响起一声声音，男主2人立刻跑到厨房，发现已经倒地的短发女，快速将女人送往医院。短发女的头部遭到某人重击，她依稀记得当时2个人在房间内探讨。大叔忽然说他发现了凶手到底是谁。随后，短发女便从背后打晕。这种明显的家伙，只有女主会上当。女主主动掉入圈套，说了一句：“难道打你的是大叔？”笨蛋。同时，仅剩的3位玩家收到发遣寄来的神秘挑战书，如果你们猜出了谁是凶手，请立刻联系我，有奖励哦。
局势已经变得越发模糊，摆在女主俩面前的路也只有一条，找出凶手。可这时女主魂忍不住说了一句：“如果大叔在就好了。”从头到尾都是大叔在带领我们，是他在寻找凶手，他在调查，他在想办法。一瞬间没有了大叔，两个还真的有点不适应。而且大叔为什么要袭击短发妹呢？男主保证接下来一定会保护女主，只要他们两个人二次重置，大叔不会失踪，小冰娇不会死，能够完全互相信任的只有他们两个人。女主答应共同完成二次重置。时间来到第二天，这天女主忽然从图书馆，同时神色复杂的看了男主一眼，宣布了一件事情：我不会二次重置，因为我怀孕了。好了，接到结束了。首先，这期有几个明显的疑点，剧情发展令人更期待。接下来就2集，一期结束。大叔明显是被短发女栽赃陷害，但是他发现了凶手到底是谁？失踪的大叔还活着吗？因为这边也是令人纠结，想要生下孩子就无法二次重置，那么这个尸体他的男主一定是杀人犯，但如果强行重置，孩子就会消失。无论怎么选，都让人不知所措。这次小情侣的意见产生了分歧，男主认为大不了成之后再，又成为这条鲜活的生命啊！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无情的话？所有男主一人静心忍不住求助于大叔，才突然愣住。大叔现在生死未卜。这边镜头立刻给到大叔，原来大叔并没有死，只是被发钱和短发妹联合关了起来。玩家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联盟，真正的秘密联盟一直都是发钱和短发妹，他们两个人共同重生了好几次。那大叔意识到整场游戏都是一场破解谜题的瞬间，短发妹立刻电晕了大叔，瘦脸和发浅将大叔囚禁起来。这个女人将自己拍到的死亡现场给大叔，伪造了自己被袭击的假象，再以受害者身份扰乱男主俩的猜测。而所有玩家遇害的瞬间，短发妹都在现场。这边谜题景点接受了一半转发，立刻邀请女主共同赛 C。这个镜头给的画面也太熟悉了吧？他要对女主下手吗？那边男主发现杀害景川的凶手竟然被逮捕，是一个名叫麻生的前任警官，同时这个人也杀害了香原大叔。男主立刻目前发生过的所有死亡案件，台东纵火晚霞庄刺杀，原来是这样，凶手竟然是他。男主准备立刻联系女主，可电话那头是一脸冷漠的短发女。所有女人快速通知发起人，男主也接到发起人的电话，恭喜你解开了游戏的谜团。发现邀请男主一局最终揭秘终于开始。游戏刚开始，男主就有种奇怪的感觉。女主为了结婚加入重置，但分手还是不可避免。大叔想要拯救自己的儿子，代价却是一命换一命。他们早就察觉到了一个问题，可惜一直都没有引起重视。命运是无法改变的。发现说8位玩家都是随机邀请，为什么8个人刚好都是东京时区的居住人员？随机拨打电话可能会打到其他城市，也就是说玩家的邀请是被选择过的。男主通过报纸信息发现了突破，玩家庄的火灾并不是连续纵火，而是简简单单的意外事件。如果命运无法改变，只能证明这起火灾在上时空也发生过，所以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猎杀者，凶手也只有一个，命运。8位玩家在上一时空都是必死的，发现另有重置，先避免玩家的死亡，最后带着玩家进行重置，发现至少经历了3次重置。男主的解密到此结束，成为继大叔外第2个藏破真相的玩家。接下来也到了发钱的揭秘。在给所有玩家打电话时，其实是发钱的第9次重置。那次发钱改变了所有玩家必死的命运。司机因为忘记掐灭自己的烟头，在玩家中被活活烧死。发钱提前打电话避免这一情况发生。老妇人是被调皮的高中生放火烧死。另外，发钱制止了调皮捣蛋的高中生，而男主是被小病娇杀死的。还记得第2集出现的新公关小南吗？镜头破碎的那天，小南突然肚子痛，之后男主就和这个女孩走在了一起，小兵就直接干掉男主。上海时空因为发钱的干预，小南并没有出现在夜总会，而大叔香云、景川他们3个都是被一个叫麻生的警官杀死。麻生这个人向犯人逃脱法律的制裁，香云、景川进行了网站。大叔是3年前进行的，嫌疑人3个人都被麻生制裁。发钱提前打电话警告麻生，挽救了3人的生命。男主立刻提出自己的疑惑，难道大叔真的杀害了一位死者？这边大叔就向短发妹解释，不是的。3年前这个男人不堪重负，临死前要求大叔证明他的死于意外，只有这样才可以为女儿留下一笔保险金。大叔试图极力挽救这个男人，最终却还是晚了一步，只有答应死者做了毁证。外界都在说大叔才是杀害这个男的凶手，大叔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辩解过，只是默默遵守和这个男之间的约定，最后却被麻生误杀。那天，大叔看到报纸上的相关信息，立刻报警逮捕了麻生。刘希自此进入困局，短发妹却忽然接到女主的电话，我也知道凶手是谁了。女人立刻从关押大叔的地方走了，意外看到女主正在门口等候。也终于轮到女主的收台。短发妹的大衣有一股香烟的味道，也就是大叔经常抽的那种。这个女一定和大叔有过接触。女主立刻开始拯救迷途的小羔羊。重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每个人都不应该在那短短的10个月内。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不可预测。
下一秒是哭是笑，谁也不知道。但你还是要往下走一路，承诺自己不会二次重置。他肚子里的孩子是最美好的礼物，就会抚养孩子慢慢老去，不会选择逃避。可短发，你却说我最多活不过8个月了。如果你还有最后8个月的时间，你能说出这种屁话？不管，反正你就要听我的。发钱只是在利用你，让你记录每位玩家的死亡状况。还记得女主差点从天台上摔下那一瞬间，是短发妹不惜受伤拯救了女主。一个人在瞬间的反应，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女主相信短发妹可以正视自己的命运。日剧里永远少不了这种戏码。这一段的逻辑让人有点尴尬。短发妹这个身患绝症的人，还是没有逃过嘴遁。但相比女主，其实我更愿意相信是大叔的鼓励，帮助短发女鼓起勇气。至少他们是一对永远也走不到一起的知己。这一次，短发妹显得不再逃避，她打开大叔脚上的铁链，就亲吻了这个男人。随后，在男人手中塞入一张纸。这一别过后，她会坚持进行尸品研究，直到自己死亡的那一天。注意细节，小白肯定发现了。小白一直都没有说上映时空，女主是怎么死的，发钱也在刻意的拖延时间。上映时空，女主为了救孩子被一辆大卡车撞死，死亡时间就在今天下午的1点31分。研究说还有不到40分钟。男主意识到自己被小胖子算计，他让自己在拯救女主和二次重组选择一个。如果这一刻自己去拯救女主，再也无法获得洞穴的位置。这一刻，男主立刻通知女主避开。女主又想自己如果不救，孩子们就会死，又赶紧出现在事发现场。这时，一个小孩的足球掉在了路中央，女主赶紧扑了过去，结果就是孩子没了。虽然小团队又一次聚齐，没有了孩子，女主也拥有了二次重置的理由，团饭们却选择继续留在这个时空。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眼瞅着就要到了二次重置的时间，三人终于决定主动出击，为所有死去的玩家复仇。设计发起人大叔还是强啊，他刻意引出了发起人，提取男在杯子上按下的指纹，就伪造在小冰娇的手机上。女主匿名举报发钱人杀害了小冰娇，警方通过线索管在深山发现了女孩的尸体，之后立刻逮捕了发起人。其实警方可以判定发钱是，但无论如何，这个男一定会被拘留3天以上，而明天就是惩治的时间。端发女将山洞的地址塞到大叔的手中，这也是他最后能为玩家尽的一份力。时间来到第2天，男主许诺只要一重置，他就会立马来找女主，到时候2个人就结婚吧。这一次对于3个人来说都是一场硬仗，他们仍然要肩负拯救其他玩家的使命，也就说要和命运继续抗争10个月。3个人开车来到洞穴，就在所有石像准备就绪时，远处忽然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还好赶上了，竟然是发起人。原来那天发起人杀害了2位警察，他用手枪威胁3人，这就是你们的计划吗？女主又开始自己的嘴遁大法，你难道没有自己心爱的人吗？您就是一个被困在10个月中的胆小鬼。这句话忽然惹怒了发觉男人，二话不说朝女主开了3枪，都被男主挡了下来。就大叔立刻一发拳展开搏斗，山洞忽然响起了一声枪响，大叔强撑着夺下手枪，用非常标准的姿势打了发钱，自己也靠在银币缓缓的倒下。这一刻，男人意识到自己赶不上，他强撑着对女友说：“赶紧带着男主走，我随后就到。”然后大叔就缓缓的低下了头。这边男主2人好不容易到达，远处又亮起那阵刺眼的白光，10个月的记忆开始在脑海中倒退。2次重振，女主先是确定自己又回到10个月前，果断拒绝前男友的要挟，随后按照计划默默等着男主。可一整晚，男主一直都没有出现，男主和小明就发生了争执嘛。同时，远处忽然响起急救车的警鸣声，放心不下女主，赶紧在天亮跑到男主公寓，敲门后看到身体健康的男主，二话不说就扑了上去。这时，最震惊的情况也发生了，男主前推开了女主，他问：“你是谁啊？”2人之间气氛有些尴尬，女人终于明白，原来重置前男主已经死了。他就差那么几秒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白光，所以真正2次重生的人只有自己一个。女友这一刻直接委屈的哭了出来。为什么男主和大叔都失败了？这个世界再没有可以理解自己的人，只有自己用10个月才记忆，是这个世界的独行者。女主尽量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她告诉男主：“我是你的摄影范，请你无论如何也要加油，重拾梦想啊！”离开公寓的女主，大街上盛意虚空，男主就在这个地方告诉她：“等我们重置就结婚吧。”女主看到男主追出来送给自己的照片，看着这个男人越走越远，终于没忍住哭了出来。自己是这个世界最孤单的人，可不管怎么样也不能放弃，一定要改变其他玩家的生命，自己会勇敢地坚持下去。可这时身旁忽然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女主随后快速回头，却直接愣在原地，竟然是发起人。这男最后竟然也赶上了。女主用充满敌意的眼神盯着对方，发起人就好像释怀地看了女主一眼。改变命运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你以后会明白的。加油吧！所有发现就这么离开。女主用脑海中回想这10个月的经历，在心里默念：“我不会放弃的。”改变命运。